这是我看过最离谱的剧情。刚分手的小情侣，却因为双方父母的再婚，又不得不在同一屋檐下生活。为了不被看出破绽，两人只能像普通兄妹一般相处。原来就在几周前，他们俩还是情侣关系。男孩的爸爸再婚，给男孩找了个继母，没想到继母带来的女儿竟然是自己的前女友。就这样，两人便成为了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家人。他们为了守护这来之不易的家庭，决定把之前发生的事藏在心底，谁都不在父母面前提出来。可刚同居第一天，问题就来了，到底是水豆当哥哥，还是杰女做姐姐？因为他们俩的生日是同一天，两人便争论了起来。ぴったり一致するのは誕生日だけ。誕生日についてはその限りではないんだからね。誕生日？峰焼おじさんに聞いて調べはついてるの。私の誕生日は午前11時4分。そしてあなたの誕生日は午前11時34分。30分私の方が早く生まれたの。理应是水豆喊杰女姐姐，可水豆怎么会乐意叫自己的前女友姐姐呢？两人互相瞪了起来，谁也不服谁。这时水豆提议用游戏来分胜负，决定谁才是老大。杰女也爽快地答应了。两人协商，既然现在已经是一家人了，对待对方的言行也应该像亲人一样。如果一方先做出不符合亲人的言行，就甘愿认对方做老大，听从对方差遣。游戏刚开始，杰女就率先出击，随意翻动水豆的书柜。水豆刚想训斥她，別に普通でしょ。兄弟なんだから。水豆这时只好乖乖闭嘴。杰女走向抽屉，这下水豆慌了神了。说到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个省钱神器，那就是识货 PP。买手机壳先上识货 PP， 帮你直接查底价。苹果15原装手机壳，实时查看全网正品渠道价格走势，该配色降价最大比，常卖价省300多。像华为、小米都是半价入手。平台对收录店铺质检筛选并收录优惠补贴，主打安心又省钱。进评论区新人送福利。因为这个抽屉里放了一些只有晚上才能看的小漫画。勘弁してくれ。君といがみ合うようなことはもうしたくないんだ。気に食わないなら謝る。視界からも消える。だからさ、こんなことはもうやめにしよう。義理人君。はい、アウト。兄弟は名字で呼び合わない。杰女输了，水豆料到这是第一次，就提了一个简单的要求，先换个称呼。お兄ちゃん。这水斗的得意的说道：“要是学乖了以后就少来找茬，脑袋里少装一些坏主意。”昔はそんな意地悪言わなかったのに。水斗这时拍了拍杰女，极不情愿的叫了声姐姐。そういうことすぐできちゃうところが嫌いだったのよ。クソお兄ちゃん。说完，杰女便摔门而去。更离谱的是，两人竟然考入了同一所高中，并且还分到了同一个班里。两人的姓氏也是一样的，这下想在同学面前装陌生人都难了。不同的是，杰女凭借着甜美的长相和优异的成绩，刚进学校第一天就吸引了很多的朋友。反观水斗这边则是门前冷清。这时终于有2个同学上前跟水斗打招呼，问水斗喜欢唱歌跳舞打篮球吗？水斗说到他练习过30个月。紧接着他们就问道：“你和杰女真的是姐弟关系吗？”课间，水斗来到厕所做人体无用物清除，无意间听到那2个男生的对话。男生说道：“杰女真的是太可爱了，自己对她简直就是一见钟情，跟她那无聊的弟弟打好关系，只是为了更方便接近杰女而已。”听到同学这样说，水斗心里很不是滋味。回到家中，杰女把他堵到了楼梯上。悔しくないの？あなた舐められてるのよ。僕に群がっている連中のことか？私に直接話しかける勇気がないから。一見おとなしそうなあなたを利用しようとしてる。私気に食わないわ、ああいうの。水斗回答道：“随便糊弄2下不理他们就行了。”第2天去上学的路上，本来说好要错开上学时间的杰女，却寸步不离地跟在水斗身后。来到学校，那2个男同学又凑上来跟水斗搭话。这时杰女主动拉起水斗的胳膊。今は私が水戸と話しているから邪魔しないでもらえるかしら。リドさん、これって2人は兄弟なんだよね？ええ、悪かったわね。ブラコンで。这个哥哥简直是禽兽不如啊！竟然趁父母不在家，把自己的妹妹给压在身下。就在几个小时前，母亲给杰女发来短信，说今天晚上要晚回来一回。不会做饭的杰女以为今晚得饿肚子了。水斗这时主动挑起了做饭的担子，随后打开冰箱看看准备吃什么。杰女看着眼前的场景，想起了今天早上发生的事。吃饭时，杰女看着眼前的鸡胸肉说道：“ねえ。なんだ？今日の朝、二の腕にその押し付けた時の感触は記憶から抹消しておくこと。”
水斗却满不在意的说道：“你要不提我都已经忘了这回事了。”杰女这时尴尬的吃了口菜。吃完饭，杰女一个人在洗澡间里发着牢骚，想着怎样才能摘下水斗那冷漠的面具。水斗正在这喝着82年的快乐水，杰女直接裹着浴巾走了出来。水斗的反应令杰女很是满意。なんで？ここは私の家なんだから、別に普通でしょ。估计水斗这时内心早已是小鹿乱撞了。这时杰女又火上浇油，说到水斗应该不会是用色色眼光来打量妹妹的坏孩子吧？水斗的脸就像是刚才喝的是岩浆一样，就差冒烟了。杰女这时故意换了一只脚翘二郎腿，水斗果然还是有所动容。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杰女身上的浴巾松动了。水斗见状放下了手中的岩浆，起身走了过来。杰女这下慌了神，就在她以为水斗要伸手做些什么时，一件外套甩到了她的身上。どうせ僕をからかってやろうとか思ったんだろうけど、後悔するってわからなかったのか？今朝の行動もそうだ。みんなの前であんなことをしたら、君のせっかくの評判が落ちるだろう。一応あなたは私の家族なんだから。家族が舐められるのは我慢ならないの。水斗这时扭扭捏捏的说了句谢谢你，你帮了我大忙。杰女也没有多说什么，起身要去换睡衣，突然，于是就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两人就这样含情脉脉的看着对方，他们那些美好的回忆都浮现在眼前。就在他们要发生点什么的时候，这时门外突然有了响动，是爸妈回来了。两人这下慌了神，水斗这时将沙发垫掀了起来。ここだ。父母回来问道：“怎么就你一个人在这？”水斗回答道：“杰女说她有些累，先去休息了。”实则这时杰女正在沙发下想着，如果刚才妈妈他们没有回来的话，那个臭小子会不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水斗这时看似表面平静，其实心早就提到嗓子眼去了。第二天学校开展了体育测试，虽然杰女长相甜美，成绩优异，但是杰女的运动细胞几乎为零。她看着眼前比自己还要瘦小的女同学，左右横跳1分钟竟然高达55次。轮到杰女测试了。せっかく優等生のイメージが確立できたのに、実は運動音痴なんてことがバレたら、そうならないように頑張らないと。这时杰女转身看到正在测试仰卧起坐的水斗，没想到正处青年的水斗仰卧起坐竟然只能做2个。杰女心想一定不能像他一样丢人。接下来的测试，杰女这个运动白痴全部都使出了自己200%的力气。测完了最后一项短跑，杰女因劳累过度直接晕倒了过去。多亏这时水斗及时出现，一把接住了即将倒下的杰女。小月同学上前询问状况，水斗便一把将杰女推到他的怀里。随后小月就把杰女带到了医务室。ごめんね、私入戸さんが疲れてるの全然気づけなくて。いえ、いいの。私が妙に見栄を張ろうとしたのがいけないんだから。两人便敞开心扉的聊了起来，从此两人也成为了要好的朋友。第二天杰女就因发烧没有来上学，小月得知此事，放学就跟水斗一同来到家中看望杰女。入戸君。よ、調子はどうだ？どこ行ってたの？寂しかった。水斗这时又强调了一遍同学来探望你了，杰女这才缓过来神。小月问杰女饿不饿，要给杰女做饭吃，水斗也前去帮忙。两人做饭时聊了很多，做完饭后，小月还亲自喂给杰女吃。探望结束，小月好奇地问道：“水斗，ゆめちゃんと入戸君ってただの兄弟なんだよね？”ああ、ただし義理の。ああ、義理の兄弟か。ただのじゃなかったね。そうだった。小月离开之后，水斗回到屋内，杰女这时醋意浓浓地说道：“随分仲良くなったのね。2人でおじやなんて作っちゃって。”水斗这时解释道：“那是因为小月社交能力超群，这种人看起来跟任何人都很要好。水斗让她赶快睡觉，这样感冒才能快点好。”杰女以为水斗要走，说要拉着水斗的手睡觉。原来在他们还在恋爱的时候，杰女生病了，水斗都会手拉手陪着她。几个小时后，杰女睡醒了。そろそろ熱測るぞ。一日中寝ててまだ下がらないって、たちの悪い熱かもしれないだろう。いや、大丈夫だから。水斗仍要坚持测体温，杰女此时一脸慌张，结果一看36度。水斗训斥杰女什么时候痊愈了，杰女说道不予置评。水斗又说道：“你该不会是装病使唤我做事吧？”杰女还是那句话，不予置评。这时杰女装病的事实暴露了。水斗见状直接掀开了杰女的被子，说道：“你是不是应该对我说些什么？”水斗看在他大病初愈的份上，也没有过多计较。杰女反倒觉得水斗这么温柔，让他感到很别扭。
僕に手を握ってもらわないと眠れないゆめさん。这时杰女好像被水斗挂了点燃，小脸刷的一下就红了起来，随后便躲到被窝里耍起了无赖。水斗见状要起身离开，杰女娇滴滴的说道：“行っちゃダメ。”水斗也爽快的答应了。在大街上看到前男友和别的女生约会是种什么体验？原来就在不久前他们还是情侣关系，因为一点小矛盾，在毕业那天两人便分手了。可后来双方父母再婚，两人竟然又阴差阳错的成为了同一屋檐下的兄妹。这天杰女放学回家，在路上竟然看到水斗在和一个黑框眼镜妹约会。这时杰女想到了水斗昨晚说的话，それぞれ好きにやろうじゃないか。迷惑をかけない程度。杰女看着水斗的约会对象，简直就是初中自己的复刻版本。第二天到了学校，杰女就将此事告诉了自己的好朋友小月。没想到小月不仅没有责怪水斗，反倒说起了水斗的好，说水斗温柔稳重，仔细看长得也很帅，一些小女生很容易就会爱上他。回到家中，杰女直接惊呆了，水斗房间门口竟然有一双女款鞋子。杰女这时心想，才刚入学1个月，水斗就把女同学带到家中，想当初自己和她交往了半年多，才让自己进她的家门。想到这里，杰女火冒三丈，紧接着做了个深呼吸，掏出手机拍照留下证据，随后拨通水斗的电话，借口说道：“爸妈嘱托我买点东西，但自己有事走不开，要让水斗帮忙去买。”实则就是想支开水斗，单独和那个女生聊聊。何を買ってくればいいんだ？そうね。そうね。いや、そうめんって言ったの。そうめん。わかった。杰女听到脚步声，以为水斗已经离开了，准备进入屋内提醒那个小女生不要随便跟男生回家，尤其是水斗这种男生。杰女鼓起勇气，刚要伸手去开门，なんでいるの？君こそなんでいるんだ？杰女意识到不对劲，转身一看，ローファーがない。一个女孩刚一回到家，发现前男友竟然把女人带回家中。至于这个女孩为什么跟前男友住在一起，还要从1个月前说起。杰女和水斗在毕业时，因为水斗要去参加偶像练习生，所以选择了分手。谁知双方父母再婚，两人又走到同一屋檐下。这天杰女回到家中，竟然发现水斗的门口出现了一双女生的鞋子。杰女与水斗相恋了半年，水斗才让她进家门。这才开学1个月，水斗就将女同学带到家中。杰女气愤地上前找水斗理论，水斗无奈地说道，自己并没有带什么女生回家。随后杰女直接掏出证据，让水斗来做个解释。ああ、はいはい、そうだよ。連れ込んでた。杰女叫住准备离开的水斗，水斗不耐烦地说道自己很累。疲れ。義理の兄弟が帰ってこないうちに。あなた、あの子と部屋で何を？然而水斗并不想过多解释，敷衍2句就要离开。这时他看着眼前这个格格不入的椅子，呆住了。原来就在几天前，水斗在图书馆内收到了一个女生的表白。水斗这时一脸懵，因为他根本不认识眼前的女孩。两人都眼巴巴地看着对方。随后女孩拿下了眼镜，摘掉了假发，没想到这个女孩正是杰女的好闺蜜小月。更令水斗没想到的是，小月想跟自己在一起的原因，竟然是想当杰女的妹妹，因为只要跟水斗结婚了，就可以每天都和杰女生活在一起。小月一开始觉得杰女是一个很难接触并且很完美的人，可因为一次意外，杰女对小月敞开了心扉，说出了自己的很多缺点。没想到小月不但没有因为这些东西而反感，反倒对杰女产生了亲切感。之后小月就一直缠着水斗，吃饭跟着，回家也跟着。水斗将这些事情都告诉了小月的好朋友，想要从他这里了解一下小月。没想到小月的朋友却说道，他要是迷恋上一个人，就会变成一颗持续升温的炸弹，当他到达一定的温度，随时都有可能会爆炸。他说小月初中时期谈过一个男朋友，小月对他一直很好，可以说是百依百顺，有求必应。就这样持续了3个月，男友就因压力过大病倒了。他会对自己喜欢的人疼爱再疼愛，直到害死对方。水斗听到这里害怕了，同学帮他出了个对策，就是让他对杰女彻底死心，这样就可以摆脱小月。随后水斗找到杰女，明日僕とデートしよう。杰女这时有点懵，虽然她此时还不知道水斗有什么企图，但是第2天她还是精心打扮了一番，来到了约会地点。没想到水斗也是一改往日的风格，穿上了帅气的衣服，还特意打理了发型。杰女此时表面看似毫无波澜，实则内心早已是波涛汹涌。随后两人来到水族馆，在门口排起了长队。放眼望去，排队的人不是夫妻就是情侣。杰女这时看向身旁的水斗，还是不禁感叹好帅。水斗今天的装扮直接就穿到了杰女的辛巴上。水斗买好门票之后，杰女此时还不好意思跟水斗一起进去，水斗直接霸道的拉起了杰女的手，给她拽了进去。仲のいい2人だね。おい、あんま見るなよ。大丈夫、仲は良くないけど。刚才说话的两人正是水斗的好友小坤和杰女的闺蜜小月。原来这一切都是小坤一手操办的，他给水斗准备衣服，打理发型，还特意将小月带到水斗和杰女约会的地方。所做这一切的目的，就是要让小月看到水斗和杰女甜蜜的样子，
从而让小月对杰女死心，这样小月就不会再纠缠水斗。小坤还跟水斗强调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在约会时夸赞女孩的穿搭。水斗握紧拳头，今日は随分と可愛いな。这时杰女竟然毫无反应，水斗慌了。谁知过了一会，杰女羞涩地说了句谢谢，这简直就是刚交往时情侣的反应啊！小月在后面看的脸都绿了，你见过这么不要脸的男人吗？分手过后竟然要前女友跟他一起外出过夜，并且还要住情侣酒店。就在几个小时前，杰女说今天是母亲节，要水斗跟他一起给母亲买礼物，可水斗觉得没必要两人都去，杰女却说这样不仅能向爸妈展现我们感情好，还可以各付一半的费用。最後のが本命だろ。于是水斗便拒绝了杰女，谁知杰女没有过多废话，直接精心打扮了一番来到了水斗面前。水斗也是看呆了，手中的漫画书也不自觉地掉到了地上。很久之前他们俩就有约定，只要有人做出不符合家人的行为，就要听从对方的一个要求。很明显水斗刚才已经违反约定了。随后水斗便跟杰女一同出发了，在电车上发生了一些小插曲后，俩人便到达了商城挑选起了礼物。最终他们给妈妈买了一束康乃馨，随后又说了一堆感谢的话，妈妈被感动的是稀里哗啦。事后杰女看到水斗一个人在房间里发呆，原来水斗是在看着已是母亲的照片。杰女这时主动靠到了水斗的身边，何してるんだ。優しくしてあげてるの。两人就这样相互依偎着。到了晚上，他们商量着要给父母一点独处的时间。水斗的爸爸和杰女的妈妈才刚结婚没多久，考虑到两个孩子的感受，都没有好好的享受过新婚夫妻的生活，于是水斗便提出了俩人出门过夜，让父母二人在家过二人世界。杰女也答应了，但是高中生又没法单独去酒店、网吧之类的地方。水斗说到有个地方可以去过夜，杰女好奇地问到什么地方。ラブホテル。高校生ってバレなきゃセーフらしい。行くか？水斗说这只是最坏的打算，杰女却打死也不愿意。第二天一早，水斗便告诉杰女自己找到了可以过夜的地方，小坤家和小月家都可以住，而且他俩还是邻居。杰女和水斗的到来可把小月高兴坏了，终于可以和日思夜想的杰女住在一起。这个男人刚一到朋友家，就被朋友问到有没有看过前女友的欧派。言うか。見たことあるにしても絶対に言わない。小坤听了这话，故意放声大喊：夢のおっぱいを見ていいのは僕だけだってことだな、リド。此刻隔壁屋的杰女听到这些，恨不得把墙给打穿。就在1天前，水斗为了能让新婚不久的父母过上只属于他们的二人世界，便提议自己和杰女两人外出过夜，于是就找到了小坤和小月，刚好他俩还是邻居，两人就住了进来。杰女听到了小坤说的那些话后，疯狂的发信息喷水斗是个变态。小坤这时可能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不停的嘲笑着水斗。不一会，小坤就被水斗五花大绑到了床上。水斗这时找到小坤初中时期写给小月的情书，小坤不停的求饶让水斗不要念，可水斗还是大声的读了出来。小月这时听到了那些肉麻的话，和杰女刚才的反应是一模一样。到了晚饭时间，这两对男女竟然不约而同的来到了同一家餐厅。点菜的功夫，小坤和小月俩人都能互怼起来。水斗调侃二人果然是青梅竹马。幼馴染？誰がこんなやつだ？晚饭结束后，小月主动坐到水斗身旁，要让水斗帮她辅导功课，实则是要吊杰女的胃口，让她吃醋，随后再贴紧她，从而实现欲擒故纵。晚上回到家中，水斗深夜不眠，走到阳台上去看月亮，不料杰女也在隔壁穿着可爱的睡衣赏月。水斗调侃着一改往日风格的杰女，杰女被水斗说红了脸。このパジャマは暁さんに着せられただけだから。大丈夫大丈夫。僕は可愛いと思うぞ。两人抬头看着月亮，不禁想起了初中恋爱的时候。随后两人就聊起了初中恋爱时发生的趣事，气氛逐渐的升温。水斗这时一盆冷水泼了下来，说道：“只要爸爸和游人阿姨不离婚，咱们就永远都是继兄妹。”今日は楽しかったか？ありがとう。どういたしまして。深夜了，杰女还在为期中考试努力着，而她的前男友水斗则在悠闲地看着漫画书。杰女这时上前嘲讽道：“你就是因为这种随便的态度，考试才一直输给我。”原来就在他们还在上初中的时候，杰女在一次自己最擅长的考试中输给了别人，此人正是同班的水斗。她很是不甘心，于是在之后的日子里付出了比平日更多的努力，目的就是为了超越水斗，再次夺回自己的第一名。终于在期末考试上，杰女如愿以偿，成功赶超了水斗，拿到了第一名。可就在老师表扬她的时候，水斗却表现得毫不在意。杰女这时心里感到无比的空虚。一次偶然的相遇中，杰女才得知，其实水斗只是假装的漠不关心，实则还是很关注自己的。于是二人很快便坠入了爱河。从那以后，杰女每天都学习到很晚。水斗问她年级第一的宝座真的那么重要吗？杰女说道：“正是因为她一直都是年级第一，身边才会有这些朋友，才会有现在的自己。”还嘲讽水斗说他就是一个自命清高的家伙，根本就不会在乎身边人的看法。今天是他们期中考试的第一天，第一门考试结束后，杰女看着自己的成绩还算是满意，可是这个科目是水斗的强项，她担心水斗考了满分超过自己，于是就趁水斗不在偷偷的溜进了他的房间。她拿到了水斗的试卷，找到了水斗。最後の方、どうして答え書いてないの？
この程度の問題あなたが埋められないわけないわよね。这下可把杰女给气坏了。原来水斗为了让杰女拿第一名，每次考试都会偷偷放水。自分を犠牲にしてかっこいいとでも思ってるの？私をバカにしてるだけじゃない、舐めてるだけじゃない。こんなの私は望んでない。得亏妈妈及时出现，不然水斗这个大逼都他是吃定了。水斗这时起身反驳道：“你不是很想做年级第一吗？我不做年级第一也不会怎么样，就像你所说的那样，我根本就不会在乎别人对我的看法。我这样做难道不是正合你意吗？”水斗说的这些话句句扎心。そんなのイリド君っぽくない。杰女伤心的跑开了，她现在能做的就是加倍的努力，守住第一的宝座。紧张的考试结束了，到了公布成绩的那一天，杰女觉得每一门考的都不错，稳住第一名应该都没什么问题。可结果却出乎了她的意料，第一名竟然是水斗。水斗这时还前来嘲讽了杰女一番。自席の方がよっぽど肩が軽そうだ。ま、もしまた座りたくなったら、期末テストで頑張ってくれ。優等生。杰女这时看着自己第2名的成绩，以为自己的那些朋友都会离自己远去。可令他没想到的是，他的这些朋友对他的态度和平时并无两样。这时他才意识到，即使自己没有考到年级第一名，身边的一切也不会发生改变。这时杰女想到了一直在自己身边的水斗，想起他对自己的理解和包容，而自己对他还这么的苛刻，顿时觉得自己亏欠了水斗太多，没有了他自己今后就活不下去了。于是便急匆匆的前去寻找水斗。来到图书馆，没想到却撞见了这般场景。这个女孩准备找前男友复合，而此刻她的前男友却正在和别的女人聊得火热。这个女人甚至还让水斗给她穿起了袜子。到了傍晚，俩人走出图书馆，而杰女已经叫上好闺蜜在此恭候多时了。看到他们的关系如此的亲密，杰女的醋坛子当时就翻了。水斗给他们介绍起了这个女孩，说她叫东头，是最近刚认识的朋友，跟她很合得来。不仅如此，水斗还处处袒护着她。人見知りだから距離感を慎重に見極めてくれ。杰女看到这番场景，直接头也不回的离开了。杰女回到家中，思考起了人生。まさか嫉妬？もう彼女じゃないんだし。それに兄弟は嫉妬なんてしない。于是杰女开始刻意的表现出自己不在乎这件事。水斗踩到了她的橡皮擦，她也不生气。水斗忘记带午饭，她还特意给送过来。水斗将杰女这反常的表现讲给了东头。っていうか直接本人に聞けばいいじゃないですか。言われてみれば。水斗听取了东头的建议后，直接拿出了自己最帅的那套装扮，找到了杰女。杰女被水斗的气势吓得是连连后退。ちょっと。人の鼓動はだいたい1秒に1回。今の君は明らかにその倍のペースだな。水斗这招简直是百试百灵。冷静下来后，水斗问到杰女，为什么最近对自己态度总是那么冷漠，没有了往日的挖苦与嘲讽，更不会没事来找茬了，让他有事情就应该先找自己商量。杰女这时沉默了片刻，说道：私あの子に嫉妬してるの。あの子って東伊佐乃のことか。因为之前杰女和水斗相处了很久，还是以姓氏相称，而那个女生才刚认识水斗，就叫了水斗的名字，所以杰女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但是身为妹妹，又没有理由吃醋，所以她才会做出这样的举动。水斗的心结也解开了，于是第2天便安排了2人见面。虽然俩人表面上看似都很友好，实则没有硝烟的战争才刚刚开始。胸が当たってるんだが。当ててるんですよ。女孩竟然光天化日之下对同学做出这种事，原来女孩背后是有人在指使着她，指使她的人还是男孩的前女友。就在1天前，女孩东头收到了一封恐吓信，信中说道：我知道你的秘密，如果不想被曝光出来，放学后就独自来到这个地方。东头到了约定的地点后，才得知这只是杰女和小月的一个恶作剧，把东头约出来，就只是想知道他是不是喜欢水斗。それは好きですけど。没想到这么容易就得到了答案。随后东头赶紧解释道，自己对水斗是朋友之间的喜欢，没有其他的意思。小月见状让杰女拿出杀手锏，东头看着视频，小月又在旁边添油加醋。东头虽然嘴上不承认，但身体却十分的诚实，脸也不自觉的红了。いただき。これが私ですか？こんなのメスじゃないですか。东头也很难确定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水斗，因为自己从小到大都没谈过恋爱。小月当即决定要帮东头一把，可东头拒绝了他，说到每天都能和他聊聊天就很幸福了。杰女听到此话，想到了初中时期的自己，对自己没有信心，认为自己做什么都会失败。挑む前に逃げるな。諦めるならできる限りやってからにしなさいよ。あいつの彼女になりたいんでしょ。友達じゃできないことをしたいんでしょ。なりたいです。水戸君とただの友達じゃできないことをしたいです。在杰女的攻势下，东头还是说出了那句话。于是他们第2天便开始了行动。东头和往常一样和水斗一起来到图书馆看书。パンツ見えてるぞ。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ちょっとトイレ行ってきます。看这个样子，
水斗根本就没有把东头当做女生看待。小月又给东头支了一招，让东头利用自己的凶器来打败水斗。这次东头来到水斗身边主动出击，没想到水斗竟然对东头的凶器完全免疫，还主动让他保持距离。杰女和小月也很是惊讶，眼看这招带球进攻没能奏效，小月又给东头精心打扮了一番，这次画上了口红，换了个新的发型，整个人的气质都变了。可水斗这次仍是面不改色地看着书。東君。はい。どうしたその唇。揚げ物でも食ったのか？あんまり脂っこいものばかり食べてると太る。気をつけた方がいいぞ。这边的两人不禁吐槽着，怎么会有人会想跟这种钢铁直男谈恋爱？水斗的前女友杰女也只好尴尬地附和着。东头不知所措地看了一眼两人，得到了两人的回应后，东头又继续发动攻势。可没想到的是，东头靠近一步，水斗就远离他一步。东头问他为什么要一直躲着，水斗说到自己的私人活动范围很大，如果你再敢向前踏一步，就让你见识一下地狱。ほほう。では見せてもらおう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の地獄とやら。水斗放下手中的图书，对着东头的脑袋就是一顿蹂躏。これはいじめです。いじめですよ。そうかもな。だったら、一緒にいじめられてください。しょうがないな。眼看一天时间过去了，可事情却没有一点进展。小月让东头明天就去告白，告白这种事情越拖就越难开口，告白越早成功的几率反而会更高。就连杰女都说道，她跟你相处的时候看起来很开心，你向她表白应该不会失败。第二天，东头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将水斗约了出来。刚一见面，东头紧张的几乎说不出话来，在水斗的耐心安抚下，东头才平复了激动的心情，随后便向水斗不断倾诉着两人之间发生的所有事。听着东头说出这些话，杰女的心里可以说是五味杂陈，因为她对自己的前男友水斗还是有种说不出口的感情。最终东头还是说出了那句话，好きです。听到这句话，杰女心头一颤，没想到水斗这时却说，你是个好人，但是我们不合适。僕は強量な人間でさ、本気で向き合えるのはどうも一人が限度らしい。そのたった一つの席をさ、そんな権利もないくせにまだ占有してる奴がいるんだよ。这个占着位子不走的人正是杰女。其实杰女还是爱着水斗的，只是现在成为了他的妹妹，便没有理由再和他继续交往。可明明是还爱着水斗，自己却将别的女人推向他。因为杰女自己心里也很清楚，自己和水斗不可能发展下去。想到了这里，杰女不禁流下了伤心的泪水。你见过这么奇葩的要求吗？女孩说到自己阴欧派太大，导致腰疼，要让男主帮她按按肩膀。男主水斗不同意，他就在水斗的床上撒泼打滚。水斗见状只好无奈答应他。優しくしてくださいね。いいです。就在一天前，杰女和小月得知东头今天要前去水斗家中看书，于是决定精心为东头打扮一番，让水斗眼前一亮。随后就把东头拉到了商场中。东头换好衣服出来后，还没有让水斗眼前一亮，就先惊掉了杰女、小月二人的下巴。てかその胸何カップ？Gカップですけど。Gカップ。因为东头不太喜欢这种风格的衣服，小月又找来了其他的衣服，试的每一件衣服都是非常的大尺度。由于东头不太喜欢彰显自己，最后他还是换回了自己的衣服。这时杰女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好久没有穿过凸显身材的衣服，因为在初中时期，杰女还在和水斗恋爱期间，杰女的衣品一直都很差。某天晚上，杰女在网上查阅资料，为了第二天的约会学习穿搭技巧。到了第二天约会时，杰女穿了一个粉色上衣和一条小短裙，水斗竟然破天荒地夸了杰女的着装。杰女听到后很是开心，从那以后自己的打扮风格也就完全被调整成水斗所喜爱的那一款。所以他们分手后，杰女就再也没有那种风格的穿搭。今天杰女终于摆脱了往日的平庸穿搭，尝试起了新的风格。随后小月又给东头找来了一套可爱的衣服。起初东头还有一些犹豫，可当他得到了水斗的认可之后，便很高兴地决定买下这件衣服。此时杰女的内心五味杂陈。第二天，东头在水斗父母好奇的目光下来到了水斗的房间内，随后便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听着两人打闹的声音，杰女心里很不是滋味。私を騙してるでしょ。本当は付き合ってるでしょ。前からこんなもんでしたよね。こんなもんだったんじゃないか。杰女也是被他们的这句话整得哑口无言。两人不仅没有停止这种行为，反而变本加厉地整起了活。东头又让水斗帮他穿袜子，杰女气愤地问道自己为什么不能穿。东头竟然说道自己的欧派太大，弯腰会很累。这时水斗二话不说就把袜子给东头穿上了。东头出来上厕所，杰女也一起跟了出来。杰女问到东头是不是还喜欢着水斗，但并非是男女之间的喜欢，而是朋友之间的喜欢。杰女说到这样不会很难受吗？东头则回答道，他如果交到了女友，自己可能会不甘心，可他如果是交到了其他的朋友，自己就会非常的嫉妒，因为东头认为自己才是和水斗最聊得来的那个人。杰女这时才意识到，东头并不想独占水斗，而是害怕他在水斗心中的位置被别人取代。来到房间内，あなたいつもあんな感じなの？肩を揉んだり靴下を履かせたり。まあ、あいつは特別だからな。
听到这里，姐女的醋坛子瞬间被打翻了，随后就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姐女脱掉了自己的丝袜，然后让水斗帮她穿。どこで張り合ってるんだよ。うるさい。あなたを召使いにするのも面白そうだなと思っただけよ。水斗只好无奈答应，他一点点的帮姐女穿上。这时的气氛变得有些暧昧。好巧不巧，此时东头给水斗发来了信息，女孩一人在房间内看书，屋外雷雨交加。此时床上小玩偶突然倒下了，姐女感觉到房间里有一丝异样，可她没有多想，继续看起了手中的书。这时罐子上冒出了一对晃动的触角，姐女定睛一看，竟然是一只小强。なんだどうした？出たの？あいつが。まさかゴキブリ？やめて！あいつの名前を言わないで！随后姐女就赖在了水斗的房间里，二人躺在同一张床上。水斗对姐女说道：“再害怕也不至于睡在一起吧？”姐女反倒调侃起水斗：“不会想对自己做什么吧？”そんなわけないだろ。そうよね。中学の頃ですら何もできなかったんだものね。到了凌晨3点多，外面的大雨依旧下个不停，水斗怎么也睡不着。一转身，姐女竟然离自己如此之近。君の顔をこれほど間近で見るのはいつぶりのことだろうな。随后水斗的脑子里闪过了无数个恋愛时姐女的样子，水斗轻声叫着姐女的名字。別れたことも義理の兄弟になったこともなかったことになんかできない。僕には未練なんてない。第二天，爸妈回到家中，说要带俩人回老家看看亲戚，并说到了那里的娱乐项目顶多就是去河里玩水。随后让二人去准备泳装。来到了商场，姐女进入试衣间内，谨慎地问道：“水斗，周围没有其他人吧？”水斗告诉她没有其他人时，姐女竟然说出这种话。一応見てくれる？見る？何を？水着。随后姐女便拉开了门帘，水斗先是大吃一惊，随后就是不忍直视。至于是什么样的泳衣，我相信大家也不感兴趣，这里就不给大家展示了。走在回家的路上，他们又来到了这个熟悉的巷子，这里是他们第一次约会的地方。这时水斗转头看向姐女，大风吹掉了她的帽子，二人就这样含情脉脉地看着对方。姐女慢慢地闭上了眼睛，就在她以为水斗会做些什么时，没想到水斗却直接给了她一个脑瓜崩。这天他们一家4口来到了水斗的外婆家中，由于这是水斗父亲在婚后第一次来探望外婆，外婆跟姐女以及她的母亲还没有见过面，两人向外婆介绍着自己。姐女介绍完过后，外婆夸她真是个聪明伶俐又懂礼貌的好姑娘，随后便问到她和水斗的关系如何。僕らより仲がいいくらいだよ。そうなんです。水戸くんが優しくしてくれて。这时水斗的表姐直接扑了上来，热情地跟水斗打着招呼。姐女看着二人亲密的举止，内心很不是滋味。到了下午，他们一大家子人来到河边野炊。水斗的表姐跟姐女说起了水斗过去的事。水斗的母亲呢，在他刚出生不久就走了，他爸爸一个人把水斗养育到这么大，并且在水斗初中毕业之前都没有寻找另一半，一个人一路走来很是不容易。そうか、そうなんだ。峰明おじさんの再婚は人生の大きな試練を立派に乗り越えた証だとすれば、私たちは今のこの家庭を絶対守り通さ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んだ。晚上回到家中，姐女看到水斗一人在书房内看书，便前去叫水斗去洗澡。水斗见状，直接合上了眼前看到一半的书。姐女好奇地问道：“为什么不加书签？”水斗说到：“书中的内容自己都记得，每次来外婆家里自己都会看一遍这本书，因为这本书是水斗外曾祖父的自传，书中记录了他外曾祖父在西伯利亚时发生的故事。”说完便把书递给了姐女，自己就去洗澡了。姐女看着这本外曾祖父的自传，不禁湿润了眼眶，眼泪都落到了书上。这时她看着书上同样的泪字，仿佛看到了儿时的水斗。水斗洗完澡走来过来，姐女意味深长地说道：“ひいおじいさんにも好きだった人がいたのね。ねえ、聞いていい？初恋の人ってどんな人だったの？は？よく笑う人だったかな。そっか。”第二天，姐女和表姐一起挑选衣服。表姐看姐女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便上前问道：“是跟水斗闹矛盾了吗？”这时姐女说道：“她并没有做错什么事，是姐女对自己的心胸狭隘而感到沮丧。姐女认为水斗的初恋女友是表姐，并不是自己，感到非常的郁闷。”表姐这时突然问道：“水戸くんのこと好きなの？わかりません。好きってどういうことですか？簡単じゃん。一緒にいてドキドキしたり、キスしたいなーって思ったり、そう思ったら好きってことでしょ？それってただの性欲と何が違うんですか？表姐认为姐女总是故意找理由，
想方设法的让自己不跟水斗谈恋爱。其实杰女只是想守护住这个来之不易的家庭。表姐直接放话让杰女不要有这么多顾虑，都包在她身上了。到了傍晚，表姐直接把水斗带到杰女的房间内，说是灯泡坏了让她修一下，还强调30分钟内都不会有人过来。水斗问杰女有什么话干嘛不直接说，还要找表姐帮忙。杰女沉默不语。随后的局面就是水斗坐在地上玩手机，杰女呆呆地站在一边。这时杰女再也按耐不住心中的情绪，一遍一遍地呼喊着水斗的名字。ヒリト君。ヒリト君。ヒリト君。水斗是杰女的初恋，初中毕业，水斗跟杰女提出分手时，其实杰女的内心是十分抗拒的，可她碍于面子并没有拒绝。回想着当初两人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杰女十分后悔自己当时为什么没有拒绝水斗去练习唱跳 rap 篮球。ヒリト君。泣くな。涙を拭ってくれる人は私が自ら捨てた。だから。早い。今だけ昔に戻るよ。早い。ヒリト君。ヒリト君。跨越了2年的夙愿，终于在这时迎来了兑现。两人在这美丽的烟火下深情接吻。这天，表姐带着弟弟跟杰女、水斗2人一起去逛街。表姐的弟弟竹马要玩这个打板游戏，随后表姐便抱着弟弟手把手教他打。杰女感叹姐弟之间可以这么亲近吗？殊不知接下来就轮到他了。虽然表姐辅导的很仔细，可技术有限，还是没能拿下奖品。这时表姐发话了，让水斗来试试看。水斗答应了。ゆめちゃんもサポートしてね。あれとして。いやでもあれ？単なる弟に後ろから抱きつくだけのことなのに、ゆめちゃんは何を気にしてるのかな？在僚机的强烈攻势下，杰女还是上前抱住了水斗。就在水斗犹豫瞄准的时候，杰女的脚下有些支撑不住，突然。回到家中，就在大家都在等待1年1度的烟火晚会的时候，杰女却没有发现水斗的身影。表姐这时说，每到这个时候，她都会一个人跑去其他地方。杰女这时突然意识到，只要是这种人多的场合，水斗总是一个人默默的在一旁，因为水斗的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走了。每当遇到亲戚，都会可怜他，无缘无故的夸奖他，这样只会让他心中的空洞不断扩大。而且那时打电话，水斗总是说到手机没电，然后草草挂掉。杰女还好奇他为什么不可以一边充电一边打电话。其实这个时刻，水斗正在老家看烟花。杰女这时要去找水斗，表姐好像已经懂得了他的意图，只是叮嘱了一句路上小心。杰女气喘吁吁的找到了水斗，上来就调侃道：“水斗，你上辈子难道是豆芽菜吗？喜欢在这么阴暗的地方？”两人你一句我一句的怼着。杰女问道：“水斗，还记得我们第一次接吻是什么时候吗？”水斗这时脱口而出：“10月27日，那天是我们交往刚满2个月。”杰女之所以会问到这个问题，是因为今天早上杰女让水斗帮忙拍照，水斗刚拿到杰女的手机就给直接打开了，而杰女的手机密码正是1027，一个是把这个日期当作手机密码，另一个则是对这个日期烂熟于心。两人虽然嘴上句句不提爱，可处处都体现着爱。他们抬头仰望着星空，杰女这时问道：“どうして私を彼女にしたの？”多分君じゃなくてもよかったんだろうな。は？こんなのは結局巡り合わせ、ただの偶然だろ。もし仮に君よりも先に東頭と出会ってたら、君と付き合うことはなかったんだろうな。并说道：“这就像抢凳子游戏一样，先抢到的就是赢家。”杰女面对这样的回答只是沉默不语。不一会，天空中绽放了美丽的烟花，他们在2年前许下的承诺，在此刻终于实现了。水斗的脸庞上流下了一行泪水。こっち見て。两人在这美丽烟火的照耀下接吻，这一吻也代表了杰女第2次追求水斗的开始。第2天，他们要离开了。表姐问到杰女昨天进展的顺利吗？杰女高兴地说道：“已经踏出了第1步。虽然他们现在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也无法回到当初恋爱的时候，幸福的时光也不会再回来，但是那时的感觉已经深深地烙进了他们的灵魂深处。从现在开始，他们将会让故事重新交织下去。”